唐三藏师徒西行至通天河畔，只见波光万顷，烟水茫茫，前路漫漫，又遇此浩瀚水阻，心头不禁泛起一丝愁绪。河水汹涌，望不见对岸，师徒几人心中思量：如此宽阔之水，该如何跨越？前路虽艰，却也坚定西行信念。唐三藏：此河宽阔难测，西行路途艰险，奈何又遇此难关？日暮西沉，晚风渐凉，师徒决定沿河寻找村落，或可问得渡河之法，亦能歇脚过夜，以待天明。沙悟净，师父，前方似有炊烟，不如前去问路借宿。走不多时，眼前出现一座村庄，名曰陈家庄。师徒入门，恰遇一位白发苍苍的陈家长老，笑容慈祥。陈家长老：远道而来的师父，缘分已至，请进我家歇息吧。长老见他们风尘仆仆，知是远道而来，便热情地将师徒4人迎入家中，设宴款待，尽显淳朴待客之道。猪八戒：长老真是热心，这些斋菜闻起来真香啊！用过斋饭，唐三藏何时向长老致谢，并道明西行之意，亲身询问此通天河可有舟船渡行，或有其他妙法。唐三藏：敢问长老，通天河如此浩瀚，可有渡船之便，助我等西去取经？长老闻言，面露忧色，叹息着说出通天河老猿作祟之事，每年冬日所要童男童女祭祀，否则便掀波作浪。陈家长老：哎，此河有一老猿为害，每年都要吃童男童女，否则便泛滥成灾。师徒闻言，无不心惊。唐三藏慈悲为怀，为村民的苦难深感不安。孙悟空更是怒发冲冠，是要降服妖魔。孙悟空：这孽畜竟敢如此作恶，俺老孙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猪八戒眼珠一转，想出一个主意，憨厚的提议：我们不如假扮童男童女，引那老猿上岸，再将其擒拿。猪八戒：师兄，我有一计，我们假扮孩童，引那妖怪出来。孙悟空闻言，抚掌笑道：八戒此计甚妙。师徒商议定计，决定在祭祀之夜将计就计，守株待兔。孙悟空：好，此计甚妙，就让俺老孙会会这通天河的老猿。夜幕降临，孙悟空和猪八戒变化身形，一个扮作清秀童男，一个扮作娇憨童女，混入被选中的孩子之中。孙悟空：八戒，你扮作女子可别露出马脚，好好演戏。猪八戒：师兄放心，我这扮相谁能识破？村民们心怀悲痛与恐惧，将2个假扮的童子送至河边高台。通天河水面在月光下波光粼粼，透着诡异。祭祀时辰一到，河面突然翻腾，一股黑气冲天而起，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水中浮现，正是那通天河水怪。水怪现身，正欲捕食，孙悟空和猪八戒立时现出本相，金箍棒与9齿钉耙起舞，与妖魔展开激战。孙悟空：看棒，孽畜，吃俺老孙一棒！猪八戒：呆子，还不快快受死！水怪法力高强，几番缠斗后，见不敌孙悟空的勇猛，一个转身，便又遁入滔滔河水之中，消失无踪。孙悟空：这妖精好生狡猾，竟然跑了。虽然击退妖魔，但真正的童男童女却不知所踪。孙悟空眼神锐利，施展火眼金睛，四处搜寻孩子们的下落。孙悟空：孩儿们定是被那妖怪藏起来了，
看俺老孙寻他出来。不久，孙悟空在河边的隐蔽处寻得2个昏迷不醒的孩子，正是被水怪藏匿起来的真童男童女。陈家庄村民见孩子们平安归来，喜极而泣，纷纷跪拜在地，感激涕零，叩谢唐三藏师徒的救命之恩。陈家长老，多谢圣僧与各位仙长，救了我们全庄的孩儿性命啊！唐三藏慈颜善目，扶起众人，温声安慰道：“定会将那水怪彻底降服，还通天河一片太平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”唐三藏：“善哉善哉，贫僧自当尽力，还此地一片清宁。”夜色渐深，妖魔虽退，但通天河横亘眼前，依旧是西行路上的巨大考验。师徒们仰望明月，思索着渡河之策。孙悟空，这妖精还未伏诛，渡河之事也悬而未决。西行路上，师徒一行来到通天河畔。寒冬腊月，河面结冰千里，雪花纷飞，万物极静。唐三藏见此景，心生忧虑。如此冰封的通天河，前路艰难，不知何时才能渡过。唐三藏：“如此冰天雪地，如何能渡河西去？真乃苦恼。”幸得一位热心长者相邀，师徒暂入陈家庄避寒，得知当地百姓正受苦于河中妖魔。长者含泪讲述，通天河有一灵感大王，每年需献童男童女为祭，否则便兴风作浪。村民：通天河里有灵感大王，每年要献祭童男童女，否则便降灾。唐三藏闻言大悲，佛心慈悯，不忍见百姓受此苦难，决意替陈家庄除妖救人。唐三藏：佛门弟子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定要为尔等降妖除魔。孙悟空见师父决意，心生一计，决定与猪八戒变作童男童女，引出妖魔一探究竟。孙悟空：师父莫忧，待我与师弟变作童子，去会一会那妖精。猪八戒：哥哥，又要俺老猪去拜那童儿，可别被妖怪吃了。到了献祭之日，陈家庄的父母含泪为孩子们梳洗装扮，气氛凝重而悲伤。夜幕降临，孙悟空与猪八戒已幻化成童男童女，躺在冰冷的祭坛上，静候妖魔。寒风呼啸，只见河中水花翻涌，一条巨鱼模样的妖怪破冰而出，正是那灵感大王。妖魔现身，孙悟空再不隐藏，现出本相，手持金箍棒，喝问妖孽从何而来。孙悟空：你这孽畜，竟敢在此作祟！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。灵感大王见孙悟空神通广大，不敢恋战，转身一头扎入冰水之中，遁入深渊。孙悟空虽水性不佳，却也奋不顾身跳入河中追赶。然而水底深处，妖魔更占上风。悟空知水战非己所长，于是腾空而起，驾云直奔南海，向观音菩萨求助。南海普陀珞珈山，观音菩萨闻悟空禀报，掐指一算，方知是莲花池中金鱼下凡作怪。观音菩萨：悟空，那孽畜乃无莲池中金鱼，偷食莲花而下凡为妖。观音菩萨亲临通天河畔，手持鱼篮，轻而易举便将那作恶的金鱼精收服，化解灾难。妖魔被收，陈家庄的村民们终于脱离苦海，家家户户喜极而泣，跪谢菩萨与圣僧。村民：多谢菩萨，多谢圣僧，
我等终得解脱。正当师徒愁无渡河之法，通天河中浮现出一只巨型老龟，愿驮唐三藏师徒过河。老龟言及当年曾蒙佛祖点化，却忘了询问寿数，此刻求唐三藏西天取经时代为问询。老龟：圣僧西去，可否为我问佛祖一事？老龟修行1000年，未知寿数几何？唐三藏：老龟放心，贫僧定将此事告知佛祖。于是师徒4人与白龙马皆登上龟背，平稳地渡过宽阔的通天河，继续西行。通天河的劫难已过，师徒一行心怀希望，向着西天，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。西行路上，师徒一行来到一道浩瀚宽广的大河前，水面冰封，一眼望不到对岸。严冬时节，他们望着这冰雪世界，心中不禁生出几分愁绪。此乃通天河，宽广无垠。唐三藏见此景，心忧如何渡过，不知前路漫漫，何时能抵达彼岸，取得真经。唐三藏：此河宽广无垠，冰坚如铁，吾等如何得渡？猪八戒闻言，便抱怨起来，认为此河乃天险，连神仙也难以轻松越过，心中又动了打退堂鼓的念头。猪八戒：师父，这等大河如何过得？不如回高老庄吧。孙悟空却眼尖，他四处张望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小村庄，隐约可见炊烟袅袅，或许那里会有渡河的法子。孙悟空：师父莫愁，前方有村落，带我去打听打听。师徒们来到村庄，见到一位年迈的老人。老人自称陈老，热心地告知他们，此地有一种无舟之渡的奇特方式，可以带他们渡过冰封的河面。陈老：老朽有一法，可助圣僧无舟渡过此河。唐三藏：敢问老丈，是何奇妙法子？老人解释，他世代在此处摆渡，但并非用船，而是依靠冰面下的活物驮负。这让唐三藏师徒感到既惊讶又有些不安。陈老：冰下有活物，可驮负圣僧过河，只是需要圣僧闭目养神。猪八戒：活物莫不是水怪作祟？尽管心中存疑，但渡河心切，唐三藏最终还是相信了老人的话。他深知西行之路艰难，总会遇到奇人异事。唐三藏：阿弥陀佛，既如此，便有劳老丈了。师徒4人连同白龙马，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冰面。起初冰层坚固，他们一路前行，心渐安稳，以为此趟渡河会是坦途。然而，当他们走到河中央时，平静的冰面下突然传来一阵巨响，冰层开始崩裂，露出黑色的漩涡。原来那老人正是作祟的灵感大王。灵感大王：哈哈，唐三藏，今日你休想逃脱我的手掌。唐三藏猝不及防，脚下的冰层瞬间崩塌，他连人带马被卷入冰冷刺骨的漩涡之中，迅速沉入漆黑的河底。唐三藏：悟空，救我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悟净见状大惊，急忙施展神通，试图潜入水底救援。然而水下波涛汹涌，妖气弥漫，难以靠近。孙悟空：妖孽，哪里走？猪八戒：师父，俺老猪来也。孙悟空奋不顾身潜入水中，与无数水族精怪搏斗。他使出浑身解数，
却始终寻不见唐三藏的踪影，只觉水底深不可测。孙悟空，师父究竟被带到何处去了？此时，灵感大王已将唐三藏劫回自己的水底水晶宫，他得意洋洋地将唐三藏困住，准备享用这得来不易的长生不老肉。灵感大王，哈哈，唐三藏，你乖乖受死，莫要挣扎。唐三藏，善恶有报，妖孽，你休要猖狂。孙悟空在水底一番苦斗无果，深知此妖法力高强，凭一己之力难以取胜。他决定前往南海，求助于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。孙悟空，此妖厉害，俺老孙非得去请菩萨不可。筋斗云腾空而起，孙悟空风驰电掣般飞往南海普陀山。哪里是观音菩萨的清净道场，仙气缭绕，庄严肃穆。孙悟空恭敬地向观音菩萨禀报了通天河的灾情，以及唐三藏被妖魔掳走的情况。观音菩萨听后，面色凝重。孙悟空，启禀菩萨，我师父被通天河水怪摄去，还望菩萨慈悲搭救。观音菩萨，此妖竟敢阻挠取经，待吾前去降服。观音菩萨随即拿起他日常用来盛水的鱼篮，轻轻步出普陀山。他不带任何兵器，只凭着小小鱼篮，便随孙悟空赶赴通天河。回到通天河，观音菩萨站在河畔，轻轻将手中的鱼篮抛向水中。那鱼篮似有神力，瞬间扩大，吸力惊人，将整个水底宫殿连同灵感大王一并摄入其中。孙悟空，菩萨法力无边，真是神通广大。鱼篮收回后，灵感大王现出原形，竟是一条金鱼精。唐三藏被解救出来，重见天日，对观音菩萨感激涕零。唐三藏，多谢菩萨搭救之恩，弟子感激不尽。观音菩萨，无需多礼，汝等继续西行，切莫再延误取经。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，师徒四人再次团聚，渡过难关。他们知道，西天取经之路虽然艰险，但只要心存善念，终能化险为夷，取得真经。